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讯。那么不知不觉我来到新加坡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就想要和你们聊聊我这半年来到新加坡的变化。当然也会谈到一些新马的 culture shock。不过我觉得半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所以其实今天可能提到的都是一些可能比较片面，然后还有比较非常个人的改变啊。不一定是很 typical， 每一个人一定会有的，会有这种感觉嘛，就是我很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我个人的体验，还有个人的改变，所以 let's go。我第一个生活上的改变就是变得不太敢接电话。以前人家打给你的话，你只是可能会考虑到这个陌生的电话是不是来历不明啊，会不会是诈骗电话。然后到我这边呢，主要就是因为听电话也要钱，就是尤其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不知道你是谁，那我听你的电话，我还要被 charge 钱。然后我们呢，在马来西亚以前，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经历，就是好像如果你要省钱，或者是你电话没有钱了，你就会 miss call 一个人，这样子他就会打给你，这样就 charge 好，你就不会被 charge 这样子。不过来到这边哦是有用了，因为听电话也要被 charge， 所以呢，我现在我听电话就会更加的伤心。第二个改变就是我更常喝珍珠奶茶了。其实在我来的时候在我槟榔那边啊，它那个酸奶已经变到比较流行去了，那种奶茶街好像要差不多变酸奶街了。不过来到这里就是酸奶真是少到我差不多忘记有酸奶这个东西，完全忘记了，是直到有人提起我才想起，怎么没有靠酸奶了？因为这边真是很少。然后平时新加坡人就蛮喜欢一起 delivery 那个奶茶之类的。然后之前很少喝珍珠奶茶，是因为在美需要喝一杯真奶啊，就是地上最便宜的 都要一杯7块多，已经贵过一餐一个 meal 的钱了，一餐才4、5块这样子，所以就很自然的不会把钱花到奶茶一杯饮料上。而且如果你不是喝别的 brand 啊，全部都是要什么10块，至少10块这样子，所以就很少喝。But 同样一餐是4、5块的新加坡，它奶茶最便宜的，像梨后这样子2块新币，所以好像贡茶的话，你才student price 的话就3块15分一杯，所以就变得比较经济些，那个奶茶就会跟常一起喝哦。尤其是去外面啊，没有带水的话，一杯奶茶2块都比外面很多水便宜哦，所以有时候就会直接干脆叫那个奶茶。第三个我们吓到的就是新加坡的厕所竟然没有摆，就大多数厕所都没有像那种洗屁股的那种冲水的喷管，只有厕纸。就是我一开始到我隔离酒店，我以为是那个隔离酒店差，所以只有厕纸没有摆。那你知道原来H1外面大多数厕所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一个非常不习惯的改变一开始。第四个最大改变就是因为来了新加坡才开始用 Telegram。我们马来西亚的中文圈主要就是用那种 WhatsApp 嘛，然后所以我在来新加坡之前认识到第二个新加坡朋友，刚好都是男生，然后他们问我有没有 Telegram 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联想到 Telegram 的话就是 N 号房事件这种 case， 然后因为新加坡比较 common 嘛 Telegram， 所以我就特地去 download， 然后才发现哇，这个 app 真的很不错。就它在 group chat 里面就有那个投票功能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投啊，你们要几点 gathering 啊，或者是几点 training 啊些。然后如果你想要去一个 gathering， 又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名字一按到你的名字就会跑进去那个 list， 就不用每个人再 copy 那个 message 啊，然后放自己的名字进去，再 send 进去那个 group， 每个人重复 send， 所以就很方便而且还可以 send 那种很大包，像我们大学的课本，或者是好像如果一个科目里面有那种10年的 pass 要很大的话，你一 attach 到Telegram 就会把它变成 zip file， 然后可以 share 给每个人这样子，哇！那如果在一个大学科目 group 有几百个人，那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你还可以用那种匿名的 bot， 用匿名的方式在里面问问题，或者是回答人家问题，就不会这样尴尬就比较敢问问题。然后还有很多那种 channel 可以 subscribe 或者是 bot， 又可以找工在里面。接下来，如果是 mindset 上的话就会来到新加坡，你会更加意识到没有东西是 free 的。好像如果你今天点一个 naan， 不代表说他会给你刮的分到 curry， 或者是那你在外面停车啊 parking 车都是完全不会有免费的。然后，不过我吓到的是那个新加坡 NTUC FairPrice， 就是它 supermarket它那个纸袋 plastic bag 竟然是免费的就是放在那边，然后任你拿。可能是作为一个槟榔人，我才会比较震惊因为我们那边一个 plastic bag 每一个都要20 cent 的，而且在今年2021年它涨到5倍，它涨到一个 plastic bag 1块钱，而且好像 Monday 到Wednesday
这3天都不会提供任何，就算你给钱，他也不会给你 plastic bag 的，所以我就比较震惊哦。然后这边的话，可能是因为这边的人那个环保意识比较高，所以政府才可以这样做吧。最后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在心态上的改变，就是我来到新加坡这半年，我变得更开朗了。OK， 我只是想要纯粹跟你们分享这心路历程罢了。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会担心说，进名校会不会好像网上看到我讲说变到很 depressed 很不开心那些，这个也是我一开始的担忧。不过为什么会变开朗？其实也是我也不能这样讲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住宿舍啊，就每人参朋友。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能做自己。可以，就先讲回我以前个人的环境啊，我的中学环境就可能比较是，好像如果你读书的话，别人就会一直哇，然后一直看着你那种，就会很拍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每一个人大小的人每一个人大家普遍上对学习的意识是非常高的，所以读书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吧，就可以很自在，比较自在。我就想要表达是不一定像网上讲的你进到名校你就会很压力，然后很 depressed 很不开心，是你的环境会决定你遇到怎样的人，然后可能你会遇到更多 channel 很一样的人呢。其实回想起来，我来新加坡的时候，我是既期待又害怕的。不过现在迈入新的一年，新的一个学期，我变得不再害怕了，因为我有 Leap of Faith 信仰之月这款项链，让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和坚守初心。来自 Her Singapore 这款项链，千纸鹤的设计象征着希望与祝福，提醒着我，不论曾经如何，在新的一年又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如去相信一次，去努力一次。他们家的每一样首饰，包括戒指，都有着非常励志的含义，不只是设计好看和独特，简单优雅，它大小也很合适，显眼起来又恰到好处。那么我会把他们的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用我的 code 资讯 10的话，还可以享有独家的优惠哦。那么呢，我非常感恩在2020年可以认识到那么多的你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内能够达成所有的目标好心愿。我们2021年继续见，拜拜。